法國啊，是传说中的奶酪之国。法国人也经常说啊，他们要每天吃一种不同的奶酪的话，365天是可以不重样的。那么我们今天的内容呢，顺便也是填很早之前就给你们许下过的一个坑，就让我们好好来跟你们盘一盘各种各样不同的法國奶酪吧。慵懶的陽光原本是巴黎的代名詞之一，但在溫帶海洋性氣候的巴黎啊，秋冬季11月之後就進入了陰雨連綿的狀態。陽光的長期缺席和濕冷的空氣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一絲不便，但同時也孕育出了另一種美味。嗨，我是喜歡帶你們探尋美食的肉仔肉，今天跟我們一起吃懂法國奶酪。好了，正如你們所看到啊，今天我們所在的這個地方呢，叫做 Festival AOP AOP 節。熟悉法國紅酒的小夥伴可能會知道這個詞哈 ，AOP 法國的地區產區保護的意思。它不僅代表的是法國對特產豐物農產品的一種保護，同時也是對最高質量的農產品的一種品質認證。目前在這個協會在註冊的，其中有51樣都是法國的東南西北的不同的奶酪。然後今天呢，他們就全部聚在了一起。節日是完全免費向公眾開放的，在裡邊我們可以吃到各種各樣不同的奶酪。去跟這些奶農生產商直接對話，了解這些奶酪的製作過程和歷史。那麼咱們就廢話不多說，跟我走吧。等等，開逛之前還要先給你們來一個觀影須知，主要啊有2個知識點。第一是奶酪的分類，我們粗略的可以把奶酪分為按口味從輕到重排列的7個等級，分別是接近於酸奶的新鮮奶酪、半硬質硬質奶酪、軟質白莓奶酪、山羊奶酪、喜皮軟質奶酪和藍紋奶酪。當然每個分類啊都有自己非常強烈的個性特徵和風味特點，就跟隨我們的腳步，一邊去品嘗，一邊去發現了。如果我們要把奶製品的發酵熟成的這個過程哈，拿來做一個簡單易懂的類比，其實我們完全可以把它搬到咱們國內或者是說東亞地區常見的這種豆製品發酵分類裡邊。簡單來講，新鮮奶酪就像是燉豆腐、豆腐花；半硬質硬質奶酪呢，就像是老豆乾或者是燻乾、香乾；花皮軟質山羊奶酪這種呢，偏向於毛豆腐、豆腐乳；而最重口味的喜皮軟質和藍紋奶酪啊，就偏向於臭豆腐或者是清芳腐乳了。這樣的話呢，你們就能對不同的奶酪有一個比較籠統的理解了。現在就走吧。進場的第一站 Auvergne 奧弗涅，這裡啊就有5款 AOP 級別的奶酪，其中享譽盛名的一個是鹹鮮果香的康塔爾，還有就是號稱入門級藍紋的濃郁獨特的奧弗涅藍紋奶酪。在細心講解的小姐姐推薦之下呀，我們就從最好入口的熟成了2個月的年輕康塔爾奶酪開始吧。很奶香，有果香的味道。這個啊，就是典型的硬質奶酪，或者叫半硬質奶酪吧。它的熟成時間其實沒有那麼的長，這個剛大的它最長的熟成時間也就才8個月，有很明顯的那種水果跟堅果的香味哈，但是它還沒有到意式的帕瑪森芝士那麼的鹹香，那麼有臘肉的味道。這個8個月的，你聞着味道明顯就要濃很多，而且你吃，它有那個小結晶，鮮味結晶。這個之前在里昂那期也跟你們講過哈，奶酪隨着熟成時間變長，氨基酸跟鹽分會結晶，所以你咬到裡邊是會有那種沙沙的質感的，非常非常的鮮。這個熟成時間更長，它就摸到硬質奶酪的門檻了，而且這個明顯會有那種，你覺得它味道像不像豆腐乳？像豆腐乳，對吧？真的很像豆腐乳。我剛才想說鹹鴨蛋，鹹鴨蛋黃的那種感覺。接下來的重頭戲啊，就是布滿霉菌斑紋，勸退了一眾奶酪愛好者的入門級藍紋了。這個啊，就是傳說中的藍紋奶酪了。肉眼可見的霉菌。好鹹。好蘑菇，對，它有非常非常濃的蘑菇跟大地的味道。藍紋奶酪其實是裡邊有很多青霉菌，就咱們熟知的那個青霉素的那個青霉菌哈，它帶來的那種風味跟其他的奶酪是截然不同的。你舔過青苔嗎？啊，我在舔青苔可能就是這個味道。不要被藍紋奶酪這個東西嚇到，你去細細品它，它的味道其實是非常非常有趣，非常層次非常豐富的。不過說到真正的進階藍紋，那就必須要提到這個享譽天下的名字 Roquefort 洛克福藍紋了。J'étais à Roquefort, puis j'étais tous les Roqueforts sont affinés dans les caves de Roquefort.
我之前在那兒參加一個活動的時候去過他們當地，就像剛才那個小姐姐說的，就是所有的 Hock Fork 奶酪都是在他們的 Gap 熟成的，然後當地呢會用 Hock Fork 來做就是當地的美食。我吃到一個沙拉就是至今難忘，他們也會用 Hock Fork 做成牛排的醬汁。我覺得那個小鎮肯定都已經醃入味兒了，它也是加入了青霉菌做的熟成。所以你能聞得到非常濃的那種霉味，然後還有堅果的香氣。吃一口，你告訴我你的想法，你的感受。哇，這個味道太濃了，我的天！而且它的鹽含量其實蠻高的，所以為什麼我們常說 Hock Fork 適合用來做醬？空口吃，確實它的鹽度有點太高了，我估計它的鹽度應該是在3%到5%左右，很鹹很鹹。但是它蘑菇真菌的那股味道真的好濃啊，就感覺你在空口啃一個牛肝菌的感覺是一樣的。我覺得很好吃。第一次吃的時候我很小，就覺得那我如果說現在的我來吃的話，我會覺得它的層次非常豐富，還有木頭，舔木頭、舔泥土、舔苔蘚的那種感覺，非常有意思。我覺得回味很長，而且它會在你的嘴巴裡待非常長的時間。隨後啊，我們又被小姐姐領去參加了一個關於難聞奶酪的小講座，主持人詳細的講述了這個從古羅馬時期高盧南部洛克福地區潮濕山洞中發現的洛克福千霉菌如何意外的落在了當地牧民的山羊奶酪上，而陽光的缺席和濕潤的空氣正好就給了這些微生物創造奇蹟的機會，最終釀成了如今的別樣美味。甜甜永動機，好吃。嘗過濃眉大眼的，現在我們再來看看眉清目秀的。這個裡3層外3層圍滿了人的攤子呀，就是傳說中法國奶酪的小清新代表布里奶酪了。身為奶農的老先生，詳細的跟我們講起了這種軟質白眉奶酪的前世今生。老先生在奶酪業工作了58年，說這是什麼樣的匠人精神？生奶在經過數十小時的凝乳之後，奶餅被浸入上白霉菌，送入了陽光禁止入內的地方地窖。這裡90%以上的濕度能讓微生物茁壯生長，分泌出的蛋白酶也馬力全開，一步步將生坯轉化為美味的奶酪。這個啊，可以說是全世界範圍內最出名的白霉菌奶酪了哈。然後布里奶酪在法國最出名的產區有2個，一個是莫朗，一個是莫，都在巴黎東邊楓丹白露的那邊一個森林裡邊。先吃清爽的那個莫的。這就是那種超級奶香的那種奶酪。在法國的布里奶酪主要還是以生奶制作的為主，所以你還是能吃到非常濃郁的那種風味的。但是其實從法國出口出去的這些布里奶酪，為了要保質期這個事情，所以其實是犧牲了很多風味的。所以在國內購買這種布里奶酪的話，小夥伴們，你們大概率買到的其實都是巴氏消毒過後的布里奶酪。這個發酵味道明顯，發酵味道好重，你能明顯知道它是從那種豆腐進化到了豆腐乳的那種感覺，有鹹鮮的味道，有那種發酵的味道，一點點靠近蘑菇的味道，鹽度其實也蠻高的，如果說是在家吃的話，可能我就會要把邊上切掉，然後只吃中間非常 creamy 的那個部分，那就很好吃了，配上一點麵包，絕了。而在同一個攤位下呀，還有一位來自法國東部、個性十分鮮明的奶酪。Munster, c'est d'une sorte de fromage lavé. Oui, c'est une croûte lavée. Donc tous les 3 jours, le Munster, l'affineur va venir frotter le fromage avec de l'eau et du sel, venir développer cette croûte qui est orangée. Et naturellement orangée, c'est pas du colorant. Plus l'affinage va durer en nombre de jours et en nombre de lavage, plus le fromage sera de plus en plus orangé. 哇，這種水洗奶酪真的好臭啊！它刺激性的味道就會強很多，我覺得有辣椒和胡椒的味道在，感覺，有點辛辣的味道，有點草本的味道，感覺，有點酸酸的，就像剛剛那個老哥說的，他說，因為他們水洗的這個過程，他是不會去控制我要產生什麼樣的菌種的，所以其實每個地區的菌種帶來的味道就是不一樣的。是的，奶酪啊，真的就是一部地理史的感覺。這就讓我想到我們貴州的茅台，溫度、水質、濕度這些環境都會影響了，對，然後產生的菌種不一樣，那我們得到的最後的味道就是不一樣的。是的，蠻有意思的。而且這種水洗的奶酪哈，我們來做一個類比，其實它就真的很像是國內的那種臭豆腐，進嘴的第一下或者是鼻子聞到的第一下真的是臭到不行，但是你在嘴巴裡它的風味又是特別豐富，又是很鮮的那種感覺。慢慢接受一下，我覺得還挺有意思的，挺好吃的。是的。
而下面啊，我們就進入到了法國硬質奶酪的核心產區，靠近瑞士和阿爾卑斯山的東南部。首先，自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勃艮第孔泰產區，這裡啊，醞釀的正是法國人最愛的 Comté 孔泰奶酪。Là, on vous présente deux comtés. On travaille en écrit. Obligatoirement, on travaille dans le lait. On n'a pas le droit au stockage. 身為產區負責人之一的老奶奶，詳細的給我們介紹着孔泰奶酪的歷史。從最少6個月到至多30個月，孔泰奶酪被按照熟成時間分成了不同的等級。年輕的孔泰會從6個月左右的奶香甜感水果味，逐步向鹹香的烘烤的堅果和穀物風味轉變。過了15個月這個門檻啊，奶酪中的酪氨酸結晶形成晶粒，給到了我們咀嚼中的沙沙口感，使其變身為真正鹹鮮濃郁的風味炸彈。而世界上其他地區的硬質奶酪也都大多有相似的分級方式，比如英國的車達、荷蘭的豪達，當然還有意大利最著名的硬質奶酪帕瑪森芝士，這些可全都仰仗於微生物巧奪天工般的技藝呀。Merci beaucoup. Bonne journée. 僅一山之隔，我們就來到了同樣是阿爾卑斯山腳下的另一個著名的奶酪產區薩瓦省。山區的嚴冬格外漫長，陽光稀薄，大雪封山，奶源匱乏，所以山民牧民們才會早早的就準備好含水量極低、個頭巨大、耐長時間存放的各種硬質奶酪，這樣才能保證他們冬日充足的口糧。朋友們，法國也有諧音梗哈 ，Beaufort 托蹦托 fort 就是他把 Beaufort 這個單詞給拆開了。托蹦托 fort 我們嘗一下。Beaufort 也是薩瓦省非常出名的奶酪，這種半硬質奶酪它其實比較接近孔泰的，它會多一點鹽味。孔泰真的是這些半硬質奶酪裡邊最不鹹的了。這個 Beaufort 就明顯能吃到很多的鹽味，有點類似於那種豆腐乳的那種發酵的程度比較大的那種，然後帶有點 creamy 的那種感覺。接着往下逛啊，一陣濃郁的黃油香氣吸引了我們。裝載在這個手搖攪拌機中的，正是 AOP 的一份子，3大 AOP 黃油中的頂級發酵黃油伊斯尼。2 litres de crème pour faire 1 kilo de beurre. 10 litres de lait pour faire 1 litre de crème. 10 litres de lait, 1 litre de crème et 1 litre de crème, ça veut dire c'est 0,5 pour le beurre. Ah oui, ok. 奶農大叔興致勃勃地向我們展示着這個將奶油攪拌到油水分離，從而轉變成黃油的過程。於是我也來了興致。Mais normalement, si c'est vraiment par la main, ça va prendre à peu près combien de temps pour tout faire? Si je n'arrête pas et que il y a une bonne température de la crème, 20 minutes. Ça peut prendre 1 heure si la crème est un peu froide. Ah, ça dépend de la température. 討論完技術，試吃那當然是少不了的，就是可惜沒能嘗嘗大叔親自搖了老半天做出來的新鮮黃油了。哇，這個就是傳說中的伊斯尼發酵黃油啊，太香了！發酵黃油帶來的那種乳酸，一點點的酸味，風味層次真的是絕了，它把黃油整個香氣放大了很多很多倍。我們的最後一站，那必須是氣候溫和、以多種多樣的軟質奶酪聞名的諾曼底地區了。區別於阿爾卑斯山區，這裡陽光和煦，四季常青，草料豐沛，是陽光造就的另一種生態。這裡的牛啊，幾乎全年都能產奶，所以諾曼底人選擇了短週期、含水量高、口感軟糯鮮美的軟質奶酪。其中，法國國民奶酪卡蒙貝爾或者叫經文奶酪就是代表。高品質的卡蒙貝爾用濃稠油潤的原乳作為原材料，呈現出膠質、糖心的質感，絕對是當地不可多得的美味。這個啊，就是大名鼎鼎的卡蒙貝爾了。在國內，其實很多人會把它叫經文奶酪，是因為這個東西傳到香港的時候，粵語的發音 經文就是有點類似於卡蒙貝爾的那個發音。內地把這個名字拿過來的時候，就把它叫做經文奶酪。這個有點像那個叫什麼？有些人會把草莓叫士多啤梨的那種感覺。這個也算是世界上最出名的白莓奶酪之一了吧？我吃的這個呢是fermier的。就是說是那家的農場，他自己的牛，他自己產的奶，然後他用他自己產的奶做的奶酪，他就不會混合其他家農場產的奶。我的這個呢就是混裝的，其實這個概念就有點像紅酒裡邊的瓶裝酒跟雙級自產的酒這兩個區別，一個是用自己的葡萄，一個是從外面收的葡萄來混釀的。對，完全是這樣。所以我的這個味道確實是要平一點的，你來嘗嘗。
而且卡蒙贝爾就金文奶酪跟咱们刚刚吃的布里啊，虽然他们都是白莓转制奶酪，风味上区別還是蠻大的。因為金文奶酪的熟成時間一般是在21天，大姐給我們介紹說可以到1個半月。會有很濃的那種動物性的味道在裡邊，就是比較刺激的那種味道，但它風味真的也是蠻有趣的，乳酸的味道，然後點點那種蘑菇味，很濃郁的那種奶味，香甜，好吃。我們在諾曼底吃過一個很好吃的卡蒙貝爾的做法，把它切一切，撒上蜂蜜，然後再撒一點堅果一起去烤，烤箱烤。對，把它烤熟了，烤熱了之後，它那種流動質感，你拿麵包去一蘸，和上蜂蜜，柔和它那種尖銳的味道，然後又突出它的堅果香味，真的特別棒。逛了一天下來呀，還沒吃過一頓正經飯的我和肉嫂決定從剛剛品嘗過的奶酪中選出一些我們自己喜歡的，組一個奶酪拼盤，坐下來好好品嘗一下這份美味。這白葡還可以。嘗出來是哪兒的沒有？魯瓦的。拼諾布朗，阿爾薩斯。好甜啊！已經拍了一上午，跑了一上午了，實在是餓得不行了。這個奶酪拼盤呢是16塊，說實話還是蠻值的。那種類真的是非常多，它囊括了7個區不同的7種奶酪。然後我們當然還買了一點別的口糧奶酪。這個展會是不要錢的哈，進來吃也是免費的，隨便吃的。然後今天我們這一趟一共是花了33.75，不知道你們覺得值還是不值呢？彈幕留言評論告訴我們吧。好了，那我們這期視頻就接近尾聲了，還是簡單做個總結吧。首先，這種展會真的是非常有意思，這也是我跟你們肉嫂非常愛的這種展會種類哈，可以直接接觸到這些奶酪的生產商，這些真正去投入到做奶酪這個流程中的人，他們既懂技術，面對自己做出來的東西又非常的有熱情，去跟你介紹，去跟你交流，能夠獲得很多新的知識跟不同的體驗。特別是今天嘗了這麼多各種不同的奶酪，跟他們聊了這麼多，我真的覺得就是法國人對奶酪的這種熱愛啊，是源自他們對土地、對他們自己的記憶、對他們自己的產品的這種信任和這種熱愛吧。這也是為什麼法國的奶酪在全世界如此的出名，自成一派，成為一個如此厲害的產業的原因之一吧。真的就是每一種奶酪代表的都是他們當地的風土風物、細菌特點、人文，非常的有意思。我的話，我覺得喜歡品酒的人應該都會喜歡品嘗奶酪。品酒和品奶酪，它都是一種感官藝術。然後呢，不管是奶酪還是紅酒，我們都說它的釀造技藝或者是製作技藝，也說它的風土。不同產地釀出來的葡萄酒，它做出來的奶酪它是不同的，這方面它是有很多的共同性，所以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不知道你們今天學到了什麼有意思的知識呢？不知道你們最喜歡嘗的奶酪又是哪些呢？歡迎彈幕留言評論分享給我，也非常歡迎你們把這期視頻分享給你身邊喜歡奶酪、喜歡這樣逛吃人文系列的朋友們。如果你還喜歡這期視頻的話，請記得一定要幫我們點讚、轉發、投幣、收藏，一鍵3連。如果你還想跟我們一起去探索和制作更多的美食，那麼請你們記得一定要關注和訂閱我們的頻道。那麼咱們這期視頻就先這樣，下期視頻再見 ，Peace out。